库尔斯克反攻，乌军启用电子战强势回击俄军。电子战，现代战争中的隐形力量。无线电波战场，俄乌反无人机电子战日趋激烈。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发展背景。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的特点。乌克兰推出 Parasol 战壕电子战系统，增强战场电子对抗能力。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的未来走向与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俄乌战场库尔斯克战斗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进行了7个月了。最近，乌克兰军队又在库尔斯克多个战线发起了反攻，令俄军措手不及。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反攻中，乌军在前线部署了大量电子战系统，并干扰俄罗斯军方通讯系统，给俄军的无人机带来了沉重打击。强力的电子干扰让俄军的无人机完全失去控制，几乎成了失联的飞行器。这场电子战的胜利有效削弱了俄军在战场上的侦察能力、火力指引以及对乌军机械化部队的攻击效果，给乌军的地面进攻创造了难得的优势。俄罗斯军事博客表示，乌克兰部队在库尔斯克的进攻采取了有组织的战术模式，首先使用无人机进行俄罗斯阵地的侦察，然后部署电子战系统向前推进，防止俄罗斯部队使用无人机攻击前进中的乌克兰部队，并干扰俄罗斯的通讯。接着使用高精度 FPV 无人机和其他打击型无人机对俄罗斯阵地进行打击。最后，乌克兰机动部队占领这些阵地，并在无人机支持下坚持防守，直到其他乌克兰部队到达并巩固阵地。该博客作者还承认，乌克兰机动部队在电子战的保护下，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无法进行侦察和打击。不仅如此，乌军在收复其他阵地的同时，也使用了电子战系统。例如，在重新夺回了波克罗夫斯克以南5公里处的皮什查内村的过程中，2月16日，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2月15日夜间和2月16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发射了143架无人机，其中95架被乌军击落，另有46架可能在乌军电子干扰下失踪。因此，你能想象在现代战争中，无人机竟然会变成哑巴，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控制吗？这场电子战的较量，真的让我们看到了科技与战术的结合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你觉得未来的战场会不会就像科幻电影一样，科技决定一切？在硝烟弥漫的乌克兰战场上，一场不见血的较量正在悄然进行。战斗的焦点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步兵、坦克与炮火，而是无形的电子波与看不见的干扰信号。你是否曾想过，电子波与干扰信号能够像武器一样摧毁敌人的战斗力，改变战局的走向？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乌克兰与俄罗斯如何在电子战领域展开激烈的较量，看看这种新型战争手段如何影响了现代战争的全貌。电子战或许并不是大众耳熟能详的战斗方式，但它无疑已经成为现代战争中最为关键的力量之一。它的核心目标非常简单，通过电子信号的干扰与控制，影响甚至摧毁敌方的作战能力。现代战争中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指挥、通信、侦察还是精准打击，都深深依赖于电子系统的支持。而电子战的任务就是在敌人的电子系统中制造混乱，瘫痪其指挥与反应能力。一开始，电子战可能仅仅被视作对敌方通信的干扰，目标是阻止敌人传递命令，影响战场的协调性。然而，随着战争的升级，电子战的作用远远超出了通信层面。比如，雷达干扰就成为了电子战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现代防空雷达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电磁波探测空中的目标，一旦雷达信号遭到干扰，敌方的防空系统将失去目标信息，防空效果大打折扣。而更具深远意义的电子战应用，则是在卫星导航系统的干扰上。现代的精确制导导弹、无人机甚至战斗机都高度依赖于卫星定位来进行打击。一旦卫星信号遭到干扰或欺骗，精确制导武器将失去导引，攻击力大大减弱。
电子战不仅仅局限于地面与空中，它的战场也扩展到了网络空间。通过对敌方军事网络进行渗透与攻击，电子战可以迅速摧毁敌方的指挥中心、情报系统和基础设施。因此，电子战已经不再是传统战争的附属工具，它已经发展成现代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乌克兰战场上，无论是通过干扰通信、削弱防空能力，还是摧毁敌方的精确打击能力，电子战的力量都显而易见。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2月5日的报道中表示，俄乌冲突中无线电波之战成为关键，双方在电磁频谱上展开激烈较量，争夺有限的频率资源。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托马斯·威辛顿说，你在乌克兰看到的是电磁机动战，正如陆军总是在寻找高地或关键渡口一样，电子战部队也是如此。乌克兰国防部一个专业技术部门的军官德米特罗·托尔斯托卢日斯基少校也提到，如果没有适当的无人机和电子战支持，步兵部队在战场上只能存活几个小时。那么，前线的无人机干扰器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其实原理并不复杂。想象一下，一个装着天线的廉价金属盒，就像是战场上的噪音制造器。它通过产生电磁干扰信号，封锁敌方的引航或视频信号，让无人机的精准打击能力大打折扣。但是，这可不仅仅是简单的设备竞争，就像一场电子军备竞赛一样，每隔几周，双方的电子战和无人机战术都会有新的进展，频率范围从200兆赫到1000兆赫不断变化。就像打游戏一样，总有新的隐藏模式登场，时刻考验着双方的适应能力。去年双方的主要竞争集中在频率范围的下移。乌克兰国防基金的安德烈利斯科维奇提到，频率从标准 GSM 频段及移动电话使用的频段降至300兆赫，这就使寻找现成的零部件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无线电频谱上的角逐催生了一些怪异而蒸汽朋克风的设备，比如反无人机车辆，它们看起来像个长着6根天线的豪猪，每根天线都要消耗大量电力，为的是抵挡不同型号的无人机攻击。此外，还有一种高科技神器频谱分析仪，这个小巧的设备售价$7000，能够实时分离出不同频率信号，就像给军队提供了一个电子地图，指引他们进行干扰和反制。如果将这些频谱分析仪串联起来，就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电子哨所，覆盖整条前线。这虽然听起来不贵，每公里前线仅需约$10,000，但你知道的，战争中总少不了供应链问题。这类设备目前只有美国和德国的几家公司能够生产，而每次的生产周期高达8个月。在俄乌战场上，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比较常见，它是针对无人机威胁的一种轻量级、移动性强的电子战 EW 设备。它通过干扰或摧毁无人机的控制信号或通信链路，达到阻止或摧毁无人机的目的。一般来说，这类系统是便于操作和部署的，适用于军事、安保和防护任务中需要快速反应的场景。这种系统的工作原理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方式：GPS 干扰，通过干扰无人机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信号，使无人机失去定位能力，通常无人机会进入返航模式，或因为失去导航信号而迫降。无线电频率干扰，通过干扰无人机与遥控设备之间的通信链路，导致无人机失去遥控指令，通常会使无人机进入失控模式或自降落。激光干扰，使用激光束对无人机进行精确打击，使无人机的电子系统或摄像头功能失效，或直接摧毁无人机。网络攻击，通过黑客手段侵入无人机控制系统，进行操控或数据窃取。想象一下，一架高速飞行的 FPV 无人机飞速逼近敌方阵地，眼看就要突破防线。突然之间，这架无人机失去控制，它像一只没有线的风筝，无力地向地面坠落。这种场景在一些热点地区的武装冲突中并不少见。除了技术故障，很多时候无人机失控是因为遭遇敌方的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这种设备通过干扰信号或 GPS，轻松让无人机失去控制，像被击落一样跌落。
这种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是为应对简约版无人机而迅速发展，很多国家都开始关注简约版无人机所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当前，简约版无人机被大量用于热点地区武装冲突中，其成本较低，指挥控制也不复杂，但所取得的战果不小，威胁很大。FPV 无人机投入战场，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威胁。凭借快速飞行、灵活走位以及类似人在回路中的控制方式，很快成为活跃在战场上的幽灵杀手。简约版无人机取得的战果和彰显的潜力，使各国开始思考，面对这类无人机威胁时该如何进行反制。于是，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一方面，一些国家开始将原有的部分车载、机载电子战装备拆卸下来，改装为便携型号，如俄罗斯的一款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就是由原来装备在主战坦克上的熔源模块化反无人机干扰系统改装而来。另一方面，不少国家开始研发新型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如乌克兰今年5月推出的 Parasol 战壕电子战系统等。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一般设计为便于携带的设备，如背包式、手持式或车载设备，可以根据不同任务进行灵活部署。它们的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机场、军事基地、重要设施防护、警务行动等。这类系统的优势在于响应速度快、操作简便，并且能够有效对抗各类商用无人机及一些简单的军事无人机。不过，它们的有效性通常取决于敌方无人机的技术水平以及反干扰能力。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的持续，乌克兰军队不断加强其战场作战能力，尤其是在电子战领域。2024年5月，乌克兰推出了电子战系统 Parasol 战壕电子战系统，旨在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更强的电子对抗能力，并加强在战场上的信息优势。这一系统的推出，标志着乌克兰在现代战争中对于电子战技术的重视与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其防御和反制能力的提升。乌克兰开发的 Parasol 战壕电子战系统有2种不同变体，一种是反制对方的无人机，另一种是保护自己一方的电子信号免受对手干扰，从而使该系统具有一定隐身能力。Parasol 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占领者的电子战看不见它，而这种设备非常易于操作，只需10至15分钟即可学会使用它们。频谱资源的优化与智能化。随着无人机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通信频谱。未来的携带型系统将采用更智能的频谱优化技术，能够自动识别无人机使用的频段，并实时调整干扰信号的频率和功率，从而提高干扰效率，并减少对合法通信设备的影响。多功能集成化设计。当前的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多采用单一功能的设计，主要集中在信号干扰上，而未来的发展将更加注重多功能集成化。新一代系统将融合信号干扰、欺骗、定位、追踪、捕获等多种功能，甚至能够通过联合使用雷达、无线电频谱分析等手段进行全面的反无人机作战。这种集成化的设计不仅能提高系统的作战效率，还能降低操作人员的负担。智能化与自适应技术。智能化与自适应技术将成为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的关键发展方向。未来的系统将具备人工智慧 AI 和机器学习 ML 技术，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和无人机行为模式自动调整干扰策略。例如，系统能够根据无人机的飞行模式、通信模式以及信号强度等因素，自主选择干扰方法，并优化干扰效果。低功耗与长续航能力。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的应用场景通常要求系统具备较长的工作时间。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未来的系统将进一步提高能效，通过使用更高效的电池、更低功耗的电路设计和节能演算法，延长系统的续航时间。此外，未来可能还会探索利用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提升系统的自主运行能力。小型化与隐蔽性。随着技术的进步，携带型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将趋向小型化与轻量化。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系统的便携性，还能够增强其在复杂环境下的隐蔽性。在军事应用中，系统的隐蔽性尤为重要。未来的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将更难以被敌方侦测或干扰，增加了作战的灵活性与生存性。好的，感谢你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